2025年7月7号，7七事变88周年，中国全面抗战的开端。但真正上前线抵抗日军的是国民党。同一天，习近平没有出现在金砖峰会的主舞台，而是出现在山西阳泉，向一座百团大战纪念碑献花。问题来了，这场百团大战是彭德怀违令发动，抢攻国军，却遭毛泽东严厉批判的军事行动。毛曾怒斥彭德怀：你帮了国民党的忙，坏了我们扩张地盘的计划。那么今天，习近平站在这块碑前，是在悼念还是在反思？更重要的，这是他自己的选择，还是党内有人安排他扮演一个被审判的人？毕竟同一时刻的巴西金砖峰会登场，而他缺席了，外交牌桌上没有他，党内舆论却要他献花一场政治错战，这像不像一场精心布局的高级黑？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我是王潇。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7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山西省阳泉市，在百团大战纪念碑广场献了花圈。百团大战是指1940年的8月，驻守在山西武乡县王家峪的八路军，在没有得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或第二战区的作战命令和中共中央的批准下，由彭德怀主导发动指挥的针对华北日本占领军交通线、据点、封锁沟为主的进攻战役，投入了105个团，俗称百团大战。实际战果是日军损失较小，中共损失大，并激起了日军的反击，将中共建立的所谓抗战根据地荡平。后来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指责彭德怀帮了国军，坏了中共发展壮大的策略，就只有让国民党和日本人斗个你死我活，中共才能扩张势力。因此，习近平在7月7号这天参拜百团大战纪念碑，就显得不伦不类，也可能是中共内部有人故意这样安排的，用高级黑手法暗示习近平坏了邓小平韬光养晦大计，过早暴露了中共的狼子野心。习近平的东升西降正是他对抗美国的理论依据，这让他非常自信，已经掌握了超越美国的正确路线。习近平非常重视科技，去年他在中共两会上宣告，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我们必须抢抓机遇。之后他在中共人大一个小组上说，必须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并要求共军军官建立更好推进新兴领域战略能力建设，这些包括人工智能、网络作战和空间技术。不过在外界观察家看来，习近平有些自我膨胀，中国经济在他的新质生产力的口号下，过多过早消耗了中共政府的财力，并制造了产能过剩和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何瑞恩目睹了中国的现状，他感觉中国经济要想超越美国，正变成越来越遥远的梦想。习近平似乎很不喜欢美国，在王沪宁的影响下，这种反美情绪被日益强化。在中共领导层中，几乎没有人像王沪宁那样极力想要中共超越美国。他似乎很明白习近平的心思，配合他的东升西降，做出厉害了我的国的高调宣传，这给了习近平强化共产党对中国社会控制的信心，扩大了党对经济的领导，扩大了安全机构的权力，遏制一切敢于反抗共产党统治的力量，在技术、军事等方面与华盛顿唱对台戏。习近平在中共内部不乏批评者，他们认为习近平将权力集于一身，用习近平的话说，就是定于一尊，破坏了中共党内集体领导的家风。他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策略让私有经济没有生存的空间，他对房地产野蛮生长的打击过于简单粗暴，那些庞大的房地产企业一家家倒闭暴雷，让地方政府财政捉襟见肘，入不敷出，债务堆积如山。最主要的，习近平的东升西降战略
不仅在经济上大肆扩张，用“一带一路”倡议扩大中共的影响力，在南海与周边国家争夺地盘，更将手伸向西太平洋地区和南美洲，成为世界不安定因素，引起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警惕，增加了地缘政治的紧张。在中共内部，尤其中共元老和太子党看来，习近平的做法违背了邓小平韬光养晦的长远发展战略，错误相当于彭德怀过早暴露了共军的军力，招致日军的猛烈反击，最后只能退守延安，在这鸟不生蛋的地方保存势力，搞大生产，种鸦片，积蓄财力军力。这次习近平在7月7号去山西百团大战纪念广场，可能就是党内有人要他反思彭德怀的错误，不要跟川普硬抗，要打持久战，借欧盟和一些盟友对川普关税的不满，找到回旋的空间和喘气的时机。中共非常希望安排一场川习会，但必须在他们有序和可控的安排下进行。彭博社报道，中共外交部顾问、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新博7月4号在北京世界和平论坛的一个小组讨论中表示，希望美中两国加快筹备步伐，如果两国领导人峰会要在秋季举行，恐怕时间已经不多了。吴新博称，10月份赴韩国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也可能为川普访问中国提供机会。此前一天，中共官员刘建超称，美中两国之间爆发战争难以想象，并强调台湾和南海是可能的爆发点。据知情人士透露，川普政府正在与商界高管接洽，评估是否有意陪同他今年访问中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被问及此事时表示，目前尚未安排访华行程。这就是说，中南海不希望与白宫弄得兵戎相见的地步，有缓和的机会和余地总是好的，而美国也处在一个大转折时代，再次伟大还需要时间。虽然如此，美国对中共在科技上的围堵依然没有停手。彭博社今天报道，川普政府计划限制向马来西亚和泰国出口辉达等高阶 AI 晶片，来防堵中共渗透东南亚转手取得先进晶片。华府长期担忧中共会透过第三国取得晶片，或远端使用境外资料中心发展 AI。 马来西亚最近的晶片进口量激增，引发美国持续关注。知情人士指出，针对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出口限制包括多项措施，来减轻对相关企业的冲击。其中一项规定是，总部位于美国还有几十个友好国家的公司，在这项规则发布后的几个月内，仍可继续向马来西亚和泰国出口 AI 晶片，无需申请许可。东南亚一直是美国关注的重点地区，甲骨文等公司正在马来西亚积极投资 AI 资料中心。贸易数据显示，近期出口到当地的晶片数量激增。在华府的压力下，马来西亚官员已承诺将严格审查这些进口，但商务部的规则草案显示，美国仍对此感到忧虑。川普关税战的目的还是要对中共步步紧逼，不会让北京马上崩溃，但会活得非常艰难，慢慢失血，气衰力竭，无精打采。正如贝森特所说，中国老百姓自己就会选择把人民币转移出国，所以金砖想用人民币替代美元，成为交易货币，这个想法非常荒谬。习近平今年已经缺席了金砖峰会，他也不能探讨去美元化的宏大议题了，只能到一个表面看来非常民族主义的地方去凭吊了，也可能是凭吊自己的落寞。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感谢你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